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呢？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小于25岁，来自江苏，是一名学生；女嘉宾小辉24岁，同样来自江苏，也是一名学生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。怎么了？丢三落四是吧？啊，那小片拍的都是曾经发生过的是吗？对，是的。啊，丢手机，丢包。对，还丢啥？丢钥匙啊、身份证啊之类，反正大大小小能想到的身上的东西都有丢过。就除了不丢人，什么都丢是吧？真是这样吗，姑娘？就是稍微有一点丢吧，但是也不是故意的，就是。不是故意的。这个怎么了呢？你现在丢了东西，你会发脾气是吗？不是，两个人刚认识的时候，这种问题都还好，后来时间久了，感觉越来越明显，怎么都改不掉啊。然后丢一些比如重要的东西吧，比如说有次跟他去水果店嘛逛街，我手机一直被他拿在手上的，然后完了之后我也没在意，一路回学校。到了学校之后，发现水果店老板啊，然后给我们打电话，通过我那手机通讯录打他电话，然后打给我的。然后我那天也有重要电话没接到，我就在想，要是这个水果店老板换了一个人，他不给我打电话，我手机是不是就真的就丢了？当时性子没耐住，当着其他人的面说了他2句。你不用当着那么多人面上。再说那个手机不是也找到了吗？找到是找到，但是真的是事情耽误了。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种事情怎么就老是发生在我们身上呢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啊，拾金不昧啊。就丢过一回是吗？然后还有一次，说一下我的背景吧，我是那个陈奕迅铁杆粉丝啊。但有一次我就提前几个月在网上抢好票，计划的好好的，然后2个人一起订了高铁，订了演唱会的票，准备去杭州，高高兴兴计划几个月，到了高铁站，他身份证就没带，我就想，这么大事情怎么就又发生了这样的事呢？就是。后来是你自己去的，还是你们俩都没去？后来都没去，那我也不会一个人也不会去了，去了也不开心啊。小伙子还不错啊。但是他当时就是把包往地上一摔，然后那个车站那边的人流量那么多，特别尴尬，然后就那边吼我，然后我跟他道歉了，他还是那个样子。这种事情我就觉得特别大的事，我就是辛辛苦苦计划了几个月，整个行程就一下子就事情全都泡汤。然后就还有一件。就是平常哭笑不得的事情，当时我知道，因为我们俩都有健身的习惯。然后有一次他一个人健身了，那次我有事就没去嘛。健身完，然后他们女生都洗完澡、吹个头发就出来就走了，走到一半发现。他眼镜丢了，然后他回健身房找眼镜去了，找眼镜，然后他发现了原来梳子丢在那了，然后他把梳子就找，我就想，就是本身是2个小。是说他把梳子找回来，还是没拿回眼镜吗？那还行。他不知道他梳子丢了，然后回去找眼镜，才发现梳子也丢了，就是2件小东西，我觉得就很哭笑不得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丢了。那我也不是丢你眼镜，也不是丢你梳子，再说我不是也找到了吗？不是，女生怎么了？今天是说你要来是吧？你嫌他吼你对不对？还是他要来？他老是在公共场合吼我，他可以回去跟我说啊。还有别的吗？一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吧，他都会送一些小礼物啊，塞一点情书啊，然后现在还有情书是吧？对，他会写一点情书啊，然后现在我觉得他也不用心。以前吧，我们俩一起的时候，我胃不好，他会陪我吃早饭，周六周日。后来吧，就开始迟到30分钟，我都吃完了，他还没过来。然后后来我就不要求他陪我吃饭，他睡觉就让他睡去吧，我就寻思给他送早饭吧，因为不吃早饭对身体也不好嘛。我给他送。9点多钟了，我打电话到宿舍门口，我想给他让他出来拿一下。我一打电话，他就冲我嚷，又是睡觉的事儿，反正就说你烦不烦啊？你不知道我在睡觉，就又睡觉。哎呀，这个关系转变得很快啊，从我陪你吃早饭。到我要你给我送早饭，还嫌烦。还有别的吗？就是我平常会做一些兼职的事，本来就挺辛苦的。他不关心我就算了，他还不支持我，就不让我去做这些东西。为啥？那我做个兼职，我们都有做，很正常。他有一次做礼模活动嘛，他当朋友，他接了一个内衣的活动，这被我知道了，我怎么可能支持嘛？后来我就是不支持他做的活动，他也会瞒着我做。说到这个瞒着啊，有一次我出去做这个礼仪活动吧，他问我在哪儿，我说我在宿舍，他说我在你宿舍楼下，我说我今天不舒服，你就别过来了。然后他说他非要见我，我说我真不舒服。他可倒好，他一下子就冲到我宿舍去了，就被阿姨
逮到啊，阿姨把我踢了一顿。我这人可能就有点是我跟他在一起，周末嘛，因为一般2个人都出来一起吃个饭，逛逛散校园什么。那天我就感觉他不在学校，他可能在瞒着我又出去做活动，然后我让他出来，他又说身体不舒服，我感觉就更强烈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几个舍友我也都熟悉，然后进去发现他真的不在。所以他的重点有2个重点提醒观众注意啊，重点之一在于不反对兼职，而反对做内衣模特这样的兼职，对吧？这是第一个重点。第2个重点是，女生你在撒谎。他老是说不让我做你模，说是关心我安全啊。后来也有一次我是出去做这个东西的，然后到晚上11点就下地铁，但是下了地铁之后，从地铁到学校已经没有公交车了，只能打黑车，然后又下雨了，下的还挺大的，然后没办法我就打电话给他了，我就说我做活动回来了，我说没人给我送伞，你能不能给我送个伞？他听了特别生气，然后也不管我死活了，一边气去了，然后我当时就淋着雨回来了。不是，不管你明明知道我不支持他做这些的活动，然后晚上发现下雨了，哎，再告诉你下雨了，你过来给我送把伞嘛。我就觉得你需要我的时候又告诉我了给我送伞，我就说那你晚上回来也大晚上10点多11点，你就打个车回来呗，下雨就打个车也没啥事啊。然后他也跟我闹，说我没去接他，我在想。你需要我的时候才联系我，你不需要的时候，你根本就是瞒着我出去做。你们现在是不是要毕业了？对，要毕业了。今年6月份。今年6月份，对未来有什么考虑吗？我是想回老家的，然后他想留在南京，然后因为这些事儿也有分歧了。你老家是哪儿？我是扬州的。扬州，你想留南京？你老家是哪儿？我是盐城的。啊，盐城不都江苏的吗？对。就等于一个想留在省会，一个想回扬州，是吧？对对对。啊，达成共识了吗？没有，就是他还不信任我吧，就是我去那个上海做车展需要面试，然后我就去面试的时候，我当时买的是当天来回的票，然后上海那边有个高中的同学是男生，然后人家就留我在那边吃顿饭，然后我想着我哥也在那儿，就想第2天回去，他死活不肯，但是我也没有回来。他呢就吃饭的时候打了5个电话，打完电话之后还跟我视频，然后当时我挺受不了的，就又为这个事吵上了。本身嘛，他出去面试做活动，说好好的下午回来，然后因为他说临时遇到一个高中男同学，然后就突然就晚上今天就当天就不回来了，要第2天回来，我不就很奇怪很纳闷，我就说你又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，你想留在上海玩，你改天回来我跟你去玩不就好了吗？因为这个男同学他留在那，然后住他哥那，然后一起吃饭啊，出去玩啊，那我也不放心啊。当时那次的时候我也跟他解释了，我都把男同学跟我发的那些消息我全部截屏给他了，他还是这样。主要不是不信任他，我就是怕他不回来嘛，晚上不回来，一个人在地方也没个着没个落的。我接着再问一句，今天你们来干嘛？我觉得我相处这么长时间吧，他老是脾气好暴躁，然后也没有当时那么温柔了，我就想他改一改。你会为他去扬州吗？他说回扬州，他要带着我回扬州，我就觉得咱们都是江苏那几个地方，不是很远，开个车1个小时2个钟头都能到，在哪？我是奔着那个发展前景好坏，然后就是也没多远嘛，真有什么事，我开个车也能到，他就让我一起跟他回扬州，我就觉得对于我发展这块是有一定影响的。好吧，俩人其实现在在一个情感和未来的一个十字路口，所以过去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儿，现在全部都被翻江倒海的导出来，而在这里面有一个重点是，男生挺担心他这个女朋友。来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其实你知道吗？超过50%的姑娘都丢东西，但是爱丢东西的姑娘其实都很单纯。为什么？它有个原理。今天陆琪老师呢又再次救了黄国伦一把。原来呢，爱丢东西是单纯的意思，但是我承认你们2个有单纯的一面。可是如果这个单纯跟直线性思考想的都是自己，那就麻烦了。其实我觉得丢东西本身真不是什么事儿。但是呢，你说他吼你，其实我恰恰觉得你们2个人的互动是感觉上在人前你是比较霸道的，但是呢，在心底呢你比较霸道。他念了你这么多次，也没见你比较长记性呀。他如此多次反对你去做这个模特儿，但是呢，也没见你少去啊，能走下去。好，谢谢乃馨。来，涂老师。这个丢东西有很多种，有些人丢东西的确是丢三落四，因为他什么都丢，
但有些人丢东西，只是丢那些他不在乎的、他不重视的东西。据我所观察下来，你们俩之间，一个是明火执仗，一个是暗度陈仓。你的那些所有的行为，丢东西也好，去做模特也罢，表面上都有原因，但其实在我看来，其实都是情绪的宣泄。潜意识当中很多事情，他越吼你不让你做，其实你就越想做。你仔细想想，是不是这样？照顾爸爸是理由，但是也有大部分的理由是因为他说什么，你就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，以此来表达你对我态度的不满。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，生活当中什么样的男人会对你好？其实就是天天对你念念叨叨，天天吼你，天天说你这儿不是那儿不是，到头来什么都帮你做了的人，天天说你淘宝买东西。我觉得相处这么长时间吧，您老是不分场合、不分地点的。我们看到了一对年轻人1年多的这个爱情，来，请关门。当他们的恋爱想往再前一步去迈的时候，其实就面临了毕业，面临了分配的问题，所有的问题就一股脑的端在了他们的面前。根据老师们的分析，他们的爱情其实到了该做理性抉择和判断。哇！谢谢你。在一起1年多了，我知道你身上有不好，我也有不好的地方，我也习惯像大哥哥一样照顾你我会像老师说的一样，就是在你发生丢东西事情之前，我多一点提醒多一点建议，然后我个人这方面我再多一点忍耐，不会对你那么冲。来，拿走啊！请回，谢谢你们，谢谢老师。